5·1价钱，平安饭店开了一场直播，我的秘制胡辣汤预售达1万份，价值1000万。可庆功宴上，老板满眼都是那个美女经理，说全靠她当主播才能卖那么多。至于答应我的5%的提成，老板不仅只字不提，反而对我吼道：“还不赶紧滚去做汤！要是游客们来了喝不上，耽误了饭店赚钱，你赔得起吗？”看着他这咄咄逼人的模样，我直接辞职，在饭店对面摆起了地摊。没2天，老板就捂着青一块紫一块的脸求我也把汤卖给他，我答应得很是爽快。行啊，一份1万块。庆功宴上，老板直接把一辆价值20万的宝马开到了新来的美女经理跟前。小吴啊，一场直播就能做出1000万业绩，这车你的了。这一幕直接将现场氛围推至高潮，所有人的眼中都透着疯狂。徒弟杨勇跟后厨的几个老哥们一边鼓掌一边凑到我面前，他们说直播间的人可都是冲着我的名气下的单。按老板之前说的5%的提成，我这大厨能分50万，让我必须请客。我嘴上让他们少打趣，可心里却很激动，毕竟那可是50万了。正想着，老板就喊了我的名字。下面让我们请咱平安饭店的大厨李青山李师傅上台。听到这，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更激烈的掌声。我快步上台，脸上的笑容都还没散，吴经理却代替老板走到了我面前，他手上拿着一个红包，脸上满是得意。李师傅，饭店直播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你也是有功劳的。这红包可是老板特意包给你的，以后可得好好报答老板啊。这话听得我很不舒服，可看在红包的份上，我忍了。台下有人猜那里面装的是银行卡，还有人觉得是支票。可就在我打开红包的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不是银行卡，更不是支票，那里装的只是一张我们饭店的5折优惠券。吴经理见我皱着眉，当即凑近我，低声嘲讽道：“你不会真以为这里面有50万吧？就你那做个破汤的手艺，也配？行了，收起来吧。没了它，这么高档的饭店，你这辈子都消费不起。”这话无异于当众甩了我一耳光，手里那张优惠券直接被我攥成一团。我不干了！一把将那红包摔在地上，转身就朝大门口走了去。可我刚到门口，老板却突然叫住了我。老板的声音不大，语气里满是凉薄。领了红包就赶紧滚去备料做汤，明天就是5·1，要是游客们来了喝不上，耽误了饭店赚钱，卖了你都赔不起。这话听得我血压飙升，指尖更是被我捏得发白。可吴经理见此却来了劲，大声嚷着说我想打老板。老板被这话气得猛拍桌子：“李青山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就冲你做的那些事，我没让你滚去大街上要饭，那都是给你脸了。”说着，他就将一份文件甩到了我脸上，那是对我做的胡辣汤的检测报告，最下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含有大量工业盐。这几个字看得我脑子一阵轰鸣，我直言这不可能。可吴经理却让我别装了，他直言检测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还说难怪我做的胡辣汤味道那么鲜，原来是用了这种违法的东西。这话一出，台下不少人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，说没想到我是那样的小人。老板见效果达到，嘴角不由轻轻勾起，下一秒他就把手搭在了我肩上。行了，老李，这次功过相抵，等下次我肯定给你发提成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明白了，今天搞那么多事，就是不想给我发提成啊！想明白这一点，我也不再墨迹，直接一把摘掉帽子。我不干了！我的声音不大，可全场人都听得清楚。吴经理率先开口，讥笑着问我是不是觉得饭店离了我就不赚了。紧跟着，他就转过身面向所有员工，告诉你们，现在是快节奏时代，顾客追求的是服务，是环境。厨师手艺那一套早就过时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正式接任饭店行政总厨一职，全面引进中央厨房预制菜模式，用科技取代手艺，为饭店降本增收。这话给我听乐了。预制菜在这家一份胡辣汤都要卖1000块的饭店里，他简直疯了。不过这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转身离开大厅，回到后厨，开始收拾起了东西。可就当我刚把所有个人物品收拾妥当，吴经理却带人一脚踹开了后厨大门。吴经理一进门就冲着我大喊：“李青山，有人举报你盗窃饭店财产，现在把所有东西摊开，我要检查！”说着，吴经理就一脚把我刚收拾好包裹踹翻，里面的东西滚得满地都是，尤其是那把跟了我10几年的大勺，更是被他一脚踹到了满是油污的地面。见此，我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。姓吴的！可没等我动手，他身后的2名保安就直接将我死死按在了地上。吴经理踩着恨天高缓缓蹲下，一下又一下地拍着我的脸。李青山，我可是堂堂海归硕士，你一个泥腿子，凭什么敢跟我抢风头？
说完，他就缓缓抬手，示意身后的人去搜我的包裹。他身后的俩人也没犹豫，直接就把我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地上。吴经理的高跟鞋缓缓踩了过去，菜刀、铁铲、料包，一件件跟我在后厨一起打拼了10多年的老伙计们，此刻就像是垃圾一样，被他挨个踩在脚下。我想反抗，可整个人都被按在地上，根本就动弹不了。终于，吴经理将地上所有东西都踩了个遍，随即他就高声宣布：这些全都是饭店财产，你不能带走。说完，他就招呼身后的人，让他们明天一早就把东西全部打包卖给收废品的。这话听得我是火冒三丈，可他却笑嘻嘻地看着我。对了，还有你身上这衣服，那可也是饭店的东西。来呀，给我扒了它！我被人按在地上，虽拼命挣扎，却终究只是徒劳。最后，浑身上下被搜刮干净的我被人扔出了饭店。老板跟吴经理站在饭店门口，看向我的眼里满是嘲弄。还是滚回你的乡下去吧，或许那里还能接受在大街上裸奔的人。说完，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了起来。我看着他们，眼神是愈发坚定。笑吧笑吧，等过几天，我让你们哭都哭不出来。五一长假的第一天，我推着一辆小车缓缓出现在了平安饭店对面，车上装着2只保温桶，里面满是热气腾腾的胡辣汤。酒店招待看到我出现，立马就把吴经理喊了来。哟，这不是咱平安饭店那爱好裸奔的前大厨李青山李师傅吗？怎么着，知道咱今天客人多，特意推2桶，打算来要点剩饭剩菜吗？吴经理话刚说完，周边人都开始放声大笑，可我却不理他们，只自顾自地把桶盖打开。只一瞬间，整条街道就被胡辣汤的香味彻底充盈。牛羊肉的汤底散发着醇厚的肉香，当热气蒸腾时，木耳、黄花菜等配菜的清淡气息便氤氲而上，再混着胡椒的辛辣，八角肉桂的药香，只闻一下都让人是口水直流。没几分钟，我的摊位前就挤满了人，他们中有不少外地来的游客，他们纷纷表示路边摊的东西都那么香了，真不敢想他们在直播间抢的饭店大厨亲手做的得好喝成啥样。正说着，他们就纷纷问我这胡辣汤怎么卖。当听到我说5块钱1碗时，他们立马就争先恐后的要扫码付款。可就在此时，我摆在桌面上的2维码却是被人猛地抓起一把扔在了地上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吴经理就一巴掌拍在我的小车上。李青山，这里可是饭店的地方，带着你的破桶赶紧滚蛋，耽误了饭店做生意，你8辈子都赔不起。说完，他就要招呼保安把我连人带车一起扔了。我听了这话只是冷笑，随即就指了指不远处同样摆摊的摊贩们。吴经理这么大架子，怎么一点关都没有？这倒连市政都同意摆摊，你不同意？吴经理听到这话也没了辙，可他还是不服气，马上又对周边食客阴阳了起来。一碗地摊货就把你们馋成这样，真是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这话瞬间就引来了不少食客怒目而视，可吴经理却是反瞪了回去，还说他们就只配在这地摊上喝这种不入流的东西了，更让他们千万别进他们饭店，毕竟那可是高端场所，一道菜都够买他们的命了。这话听得所有食客都是血压飙升，可吴经理却是梗着脖子持续输出。怎么着，还想打我啊？真是一群没素质的土鳖。说完，吴经理转身就要回饭店，可那些食客哪里能忍，当即就一把拉住了他。有人说这娘们儿太可气了，还有人说既然他说他们消费不起，那我们还就非要进去看看了。要是不好吃，咱们就把他的店给砸了。这话得到了一众人的认可，可吴经理却清清嗓子说，他们饭店可是高端场所，让他们没钱就趁早滚蛋。听到这话，不少游客纷纷亮出自己在直播间抢的团购券。吴经理见此，脸上的鄙夷之色是更加浓郁，随口说了句那来吧。说完，他就率先转身进了饭店，身后一众食客鱼贯而入。刚进饭店，食客们就被饭店那富丽堂皇的装修惊的是赞叹连连。不过这更引起了吴经理的不屑。没多久，一份份胡辣汤就被穿戴整齐的员工端上了桌。吴经理看着他们，脸上尽是高傲。行了，吃吧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说完，吴经理就转身满脸带笑地招呼起了那些穿戴贵气的客人们。食客们见状虽是不爽，可到底没有发作。他们缓缓揭开了那盛着1000块一份的胡辣汤的锅盖，可想象中的金光绽放、香气满堂的画面并没出现。那锅里盛着的只是些普普通通，甚至是连胡辣汤原料都不齐全的东西。有食客皱着眉喝了一口，可不等下咽，他就直接全给喷了出来。旁边的人问他味道怎么样，他只是连连漱口，让他们自己尝尝。其余人相互对视一眼，最终还是纷纷舀了一勺送进了嘴里。可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都喷了出来。然后下一秒，他们就直接把桌子给掀翻在地，一整锅的胡辣汤流得满地都是。老板呢？给我们滚出来！一众游客的怒吼震得平安饭店大堂嗡嗡作响，掀翻的桌椅歪歪斜斜散落着，盛满劣质胡辣汤的碗碟摔在地上，浑浊汤汁溅满昂贵地毯，与周围富丽堂皇的装修形成刺眼对比。我站在马路对面的小摊旁，双手抱胸，远远看着这混乱一幕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只有大快人心的释然。游客们个个面色铁青，眼神里满是被欺骗后的愤怒与不甘心。他们中不少人千里迢迢赶来，就是冲着直播间里宣传的大厨秘制手工胡辣汤，结果花1000块吃到的，却是连街边几块钱都不如的预制菜。有人指着空荡荡的餐桌高声控诉，指责平安饭店虚假宣传，把游客当冤大头宰割。
直言这样的黑心商家该被彻底曝光。喧闹声传到办公室，很快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。吴经理带着4名壮士保安匆匆赶来，他依旧穿着精致职业装，妆容精致，脸上却没了往日从容，只剩满脸戾气与不耐烦。他扫视满地狼藉时，看向游客的眼神满是鄙夷，仿佛在看一群不懂事的泼妇。吴经理抬手一挥，语气蛮横刻薄地对保安下令：把这些闹事的土包子全部抓起来扔出去！敢在平安饭店撒野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！保安们立刻上前半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游客，摆出随时动手的架势。可游客们没有半分惬意，反倒个个挺直腰板。有人拿出手机对准吴经理和保安：尽管动手，我们正好拍下来，让所有人看看平安饭店怎么欺负人！众人纷纷响应，怒吼声再次响彻大堂。有人拿起空碗，重重拍在地上发泄怒火，场面愈发混乱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冲突一触即发。吴经理被游客气势震慑，却依旧不肯服软，冷笑辱骂游客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不配评判平安饭店的菜品，称酒楼卖的是格调与服务，不是市井百姓能懂的。一位穿着朴素的大爷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吴经理怒斥，称他口中的格调就是欺诈，1000块一碗的预制菜根本不配谈格调，痛骂他们黑心黑肺，眼里只有钱。吴经理被骂得脸色红白交替，怒火中烧，再次朝保安挥手，让他们赶紧动手赶人，还放话出了事由他负责。保安们不敢迟疑，立刻上前拉扯游客，游客们纷纷反抗，言语冲突瞬间升级为肢体推搡。混乱中，一张实木餐桌被撞移位，精致的水晶吊灯被晃动的桌椅撞倒，一声脆响过后，成了一地碎渣。餐具破碎声、争吵声、推搡声交织在一起，整个大堂彻底失控。有几位游客被保安推得趔趄，差点摔倒，这彻底激怒了所有人，大家纷纷上前与保安扭打在一起。吴经理吓得连连后退，躲到柱子后面，脸色惨白，再也没了往日嚣张气焰。就在场面即将闹出伤人事故时，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传来，几辆警车稳稳停下，几名治安员快步走进大堂，厉声喝止，声音瞬间压过所有喧闹。正在扭打的双方纷纷停手，虽满脸怒气，却不敢再轻易动手。治安员将双方分隔开来，一边维持秩序，一边询问事情来龙去脉。游客们围上来，你一言我一语诉说被欺骗的经过，还拿出手机里的直播截图和付款记录作为证据。治安员认真倾听着游客们的诉求，逐一登记信息，同时也向老板和吴经理了解情况。面对治安员的询问，吴经理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只能一个劲儿的辩解，声称游客们故意闹事，污蔑平安饭店。老板得知治安员来了，也匆匆从办公室赶了过来，脸上满是慌张与愧疚。他一边向游客们道歉，一边向治安员解释，称这都是一场误会，还承诺会给游客们合理的赔偿，希望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游客们根本不买账，纷纷表示他们不要赔偿，只要平安饭店承认自己的欺诈行为，公开道歉，并且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。治安员见状，只能严肃告诫双方，禁止再发生肢体冲突，等候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，依法依规处理此次纠纷。在治安员的调解和震慑下，激动的游客们渐渐平复了情绪，不再做出过激举动。治安员留下联系方式，让游客们后续配合调查，随后便带着保安和吴经理简单了解情况后，暂时离开了酒楼。这场闹剧才算暂时平息下来。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当天下午，游客们闹事的现场视频就被路人拍下，发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和社交论坛。视频里满地狼藉的大堂，游客们的怒吼，吴经理的傲慢与刻薄，保安的粗暴推搡，清晰可见。短短几个小时，这段视频就彻底火了，播放量飙升，评论区里全是对平安饭店的怒斥和吐槽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，指责平安饭店唯利是图、虚假宣传、高价宰客，还有人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，说自己也曾被平安饭店的直播宣传欺骗过。舆论的怒火越烧越旺，平安饭店的口碑一夜之间彻底崩塌。原本提前预定5·1期间到店消费的游客，看到网上的爆料后，纷纷果断退单，取消预约，生怕自己也被宰。线下的散客更是人人避之不及，谁都不愿踏入这家黑心酒楼一步。曾经5·1期间宾客盈门、座无虚席的平安饭店，如今变得门可罗雀，大堂里空荡荡的，连一个食客都没有。每天的营收从之前的几十万骤降到10几万。老板看着惨淡的经营报表，整日愁眉不展，焦躁不安，头发都愁白了不少。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吴经理身上，怒气冲冲地冲进办公室，对着吴经理大声质问他为什么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，为什么当初要执意用预制菜糊弄游客。面对老板的怒火，吴经理依旧一副淡定从容的模样，丝毫没有犯错后的愧疚与惶恐。他坐在办公桌前，喝了一口茶。流失的不过是些零散的散客，他们消费能力有限，根本赚不了多少利润，走了就走了，对酒楼影响不大。老板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吴经理的鼻子怒斥，称现在网上全是骂他们的声音，口碑全毁了，连大客户都不敢来了。吴经理还说影响不大，再这样下去，平安饭店就要倒闭了。吴经理放下茶杯，抬眼看向老板，胸有成竹地表示他早就想好对策了。
吴经理说他们还有高端商务客户，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网上的市井流言。老板闻言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希望，连忙追问是什么办法，还表示只要能挽回生意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他都愿意。吴经理凑近老板耳边，低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称要在胡辣汤和所有特色菜品里添加一种叫鲜香素浓缩膏的调料。这种调料是最新的科技产品，只要少量添加，就能瞬间提升菜品的鲜香味，掩盖预制菜的寡淡无味，让食客吃不出任何破绽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除此之外，他还打算吃重金，邀约几位千万粉丝级别的网红大 V 来平安饭店直播探店，让他们在直播间里大肆吹捧酒楼的菜品美味、环境高端、服务贴心，用流量舆论重新洗白酒楼的形象，吸引更多的食客前来消费。老板此刻已是无计可施，看着日渐亏损的生意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点头同意了吴经理的计划。他再三叮嘱吴经理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，否则他们就真的彻底完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吴经理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，他让人连夜采购了大量的鲜香素浓缩膏，然后严格下达指令，要求后厨的员工在每一锅胡辣汤、每一道特色菜里都按比例掺入这种调料。后厨彻底舍弃了传统的老汤慢熬、天然香料配比的做法，不再讲究食材的新鲜度和口感，全靠这种科技调料堆砌出虚假的鲜香口感。员工们虽然心里不满，可碍于吴经理的权势，只能乖乖照做。与此同时，吴经理也联系了几位网红大 V， 开出了高额的出场费，邀请他们来平安饭店直播探店。网红大 V 们见钱眼开，不顾网上的负面舆论，一口答应了下来，约定在3天后准时来平安饭店开启直播。这3天里，吴经理一边安排后厨准备特色菜品，一边让人打扫酒楼卫生，布置直播场地，想要在网红直播的时候展现出平安饭店最好的一面，以此挽回口碑。老板则整日守在酒楼里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播的到来，心里充满了期待与不安。直播当天，平安饭店特意停业半天，专门为网红直播做准备。几位网红大 V 带着专业的直播团队，准时来到了酒楼，架起了直播设备，开启了直播。直播间里人气瞬间飙升，无数网友涌入直播间，想要看看平安饭店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网红大 V 们对着镜头极力吹捧平安饭店的装修气派，格调高雅，摆盘精致讲究，各类菜品更是色香味型无一不佳。他们拿着话筒，一边介绍菜品，一边对着镜头卖力夸赞，称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胡辣汤，口感浓郁，鲜香可口，绝对物超所值。直播间里的弹幕一开始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，可随着网红大 V 们的卖力吹捧，加上镜头里菜品的精致模样，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渐渐放下了疑虑，甚至有人开始询问如何才能预定到平安饭店的菜品。老板站在一旁，看着直播间里的人气越来越高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人。吴经理的办法果然有效，吴经理也站在一旁，嘴角上扬，满脸得意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酒楼起死回生的景象。可就在网红大 V 准备拿起勺子品尝胡辣汤，继续卖力吹捧的时候，1楼大堂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打破了直播间里的和谐氛围。有人惊慌的呼喊，称有人晕倒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投向了尖叫声传来的方向。只见一位正在用餐的中年食客，刚吃下几口酒楼的胡辣汤，突然脸色煞白，身子一晃，直挺挺地摔倒在了地上。那名食客浑身不断抽搐，四肢僵硬蜷缩，嘴角更是不停吐出白沫。周围的食客瞬间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起身往后躲闪。惊慌的尖叫声、议论声瞬间席卷了整座酒楼。正在直播的网红大 V 也被这突发的状况吓得脸色惨白，镜头无意间拍下了倒地抽搐的食客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裂。网红大 V 们吓得惊慌失措，生怕被牵连担责，连忙草草结束了直播，带着团队急匆匆地逃离了平安饭店，一刻也不敢停留。酒楼里的工作人员也慌作一团，手忙脚乱地拨打急救电话，围在倒地食客的身边，手足无措，再也维持不住半点高端酒楼的体面。老板吓得浑身发抖，呆立在一旁，脸色惨白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吴经理也慌了神，往日的从容与傲气消失殆尽，满脸惶恐。他快步走到老板身边，声音颤抖地询问老板该怎么办，称若是被查出来，他们就真的彻底完了。老板没有理会吴经理，他看着倒地的食客，又看着手机里直播间里的怒骂声，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知道这次的事情比上次游客闹事还要严重，平安饭店恐怕真的回天乏术了。没过多久，救护车就赶到了酒楼，医护人员匆匆下车，对倒地的食客进行了紧急救治，然后将他抬上救护车，火速送往医院。治安员也再次赶到了现场，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，封存了酒楼里的菜品和调料，带走了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。网红大 V 逃离平安饭店后，一路匆匆往前走，想要尽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可就在他们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，一股醇厚温润、天然纯粹的香气瞬间钻入了所有人的鼻腔。网红大 V 们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循着诱人的香气缓缓转过身，一眼就看见了我街边摆摊的小推车。他们带着满心的好奇走上前，其中一位网红语气客气地向我询问卖的是什么。我抬起头笑了笑，语气平和地告诉他们是手工秘制胡辣汤，5元1碗，让他们可以尝尝。网红们没有犹豫，当即决定坐下品尝。我拿起碗，有条不紊地盛出几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，递到他们手中。碗里的胡辣汤色泽红亮，配料饱满，牛羊肉软烂入味，木耳、黄花菜脆嫩爽口，热气氤氲，香气扑鼻。一位网红率先舀起一勺，慢慢送入口中，汤汁刚一入喉，
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这才是真正的胡辣汤，比平安饭店的科技假货好吃100倍、1000倍。其他几位网红也纷纷品尝起来，喝完之后全都赞不绝口，对我的胡辣汤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其中一位网红当即拿出手机重新开启了直播，他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头展示碗里的胡辣汤，详细讲述着口感和味道，还特意拍摄了我熬汤绳汤的过程，向网友们展示我的真材实料。直播间里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，纷纷留言想要亲自过来尝一尝，还有人调侃说要去平安饭店对面打卡我的小摊。自从网红直播宣传之后，我的小摊生意变得更加火爆，每天天不亮就有食客前来排队，队伍常常延伸出10几米开外，有的人甚至特意绕远路，只为喝上一碗我做的胡辣汤。我每天熬制的胡辣汤都能早早售罄，有时候甚至会有食客因为没买到而感到十分遗憾。马路这边，我的小摊烟火鼎盛，人声鼎沸，充满了烟火气。马路对面的平安饭店却依旧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一片死寂。即便吴经理花钱压下了热搜，删除了网上的负面帖子，也根本挽回不了已经彻底崩塌的口碑。老百姓们都认清了平安饭店虚假宣传、滥用添加剂、高价宰客的黑心本质，再也无人愿意登门消费。可就在老板濒临崩溃、走投无路之际，一通陌生的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而有气势的声音，对方自报身份，说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饲料大王刘永昌，想要带着年迈的老父亲专程来平安饭店喝胡辣汤。老板瞬间又惊又喜，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他心里清楚，刘永昌身家亿万，人脉极广，是实打实的顶级大客户。若是能把这位大人物伺候舒心，不仅能带来高额的消费，还能借他的人脉为酒楼挽口碑、撑场面，说不定还能让酒楼起死回生。老板连忙调整好自己的语气，满脸谄媚地向刘永昌表示欢迎，还承诺会亲自安排给对方和老爷子准备最好的菜品，保证让他们满意。电话里，刘永昌语气谦和，带着一丝无奈。他告诉老板，他老父亲日夜惦记着老家地道的胡辣汤，执意要回乡下养老。他百般挽留，老父亲才松口，说只要能喝到一碗正宗胡辣汤，就安心留在城里。老板听了，连忙连声应下，拍着胸脯保证，包在自己身上，一定会让后厨拿出最好的手艺，做出最正宗、最美味的胡辣汤，让老爷子得偿所愿。挂断电话后，老板激动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急匆匆地找到吴经理，再三叮嘱他一定要精心筹备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可吴经理压根儿就没有钻研传统胡辣汤手艺的心思，他心里依旧盘算着用科技调料糊弄过关。他暗中吩咐后厨，专门为刘永昌父子准备的胡辣汤里加倍投放鲜香素浓缩膏，想要靠着超量的化工调料，让汤品闻起来香气冲天，入口鲜味刺鼻，用浓烈的怪味掩盖手艺与用料的匮乏。他心里暗暗想着，刘永昌和他的老父亲说不定也是外行，根本尝不出真假，只要汤品闻起来香，吃起来鲜，就能糊弄过去。到时候只要能讨好刘永昌，酒楼就能起死回生，他也能继续在酒楼里呼风唤雨。没过多久，刘永昌就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白发苍苍、精神萎靡的老父亲，缓步走进了平安饭店大堂。老板带着全体留守员工，躬身恭敬迎接，满脸谄媚殷勤，小心翼翼地把一行人请到了最高档的雅致包厢落座。老板不停地催促后厨赶紧把精心准备的胡辣汤端上桌，眼神里满是期盼，盼着能讨好这位大客户，挽回酒楼的颓势。吴经理也站在一旁，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，不停地向刘永昌和他的老父亲寒暄，说着一些客套话。片刻之后，几大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被端进了包厢，刚掀开碗盖，一股浓烈刺鼻的化工香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包厢。好，挣钱。老父亲见到心心念念的胡辣汤，早已按捺不住期待，他颤抖着拿起汤勺，舀起一勺，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，细细品味。汤汁刚一入喉，老人的眉头骤然紧锁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里满是失望与愤怒。下一秒，老人猛地把嘴里的汤狠狠吐在了地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根本不是胡辣汤！老人气得浑身发抖，原本精神萎靡的模样，此刻变得激动起来。他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要回家，说这里没有正宗的胡辣汤，他在这里待不下去了。一旁的刘永昌脸色瞬间阴沉似水，他见老父亲满心失望，怒火中烧，心里也满是怒火与愧疚。他半信半疑地拿起汤勺，亲自尝了一口碗里的胡辣汤。入口瞬间，浓烈的化工香味灼烧着喉咙，口感发腻发闷，没有半点食材本身的鲜香，满口都是添加剂的怪异味道。刘永昌当即勃然大怒，猛地把汤勺摔在桌上。敢用这种东西来糊弄我？你当我刘永昌是傻子吗？刘永昌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抬手示意随行的随从当场动手，把包厢内的所有陈设尽数打砸毁坏。名贵的茶具、精致的摆件、实木桌椅、字画装饰，片刻之间就被砸得支离破碎，包厢转眼变得一片狼藉破败。老板吓得浑身发抖，呆立在一旁，脸色惨白，毫无血色，想要开口道歉求情，可话到嘴边却被刘永昌冰冷而愤怒的眼神给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他知道自己这次是彻底得罪了这位大人物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吴经理更是吓得缩在角落，浑身发抖，低着头，噤若寒蝉。往日的嚣张跋扈、高傲傲气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心里暗暗后悔，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老板的话，后悔自己执意要用科技调料糊弄人。
可现在说什么都晚。刘永昌依旧怒气难平，他上前几步，抬手就狠狠扇了老板几巴掌。清脆的巴掌声在空旷的包厢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发泄完心中的怒火，刘永昌懒得再与老板和吴经理多费口舌。他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还在生气的老父亲，转身径直走出了平安饭店。只是父子二人刚踏出平安饭店的大门，街边那股熟悉、温润、质朴纯粹的胡辣汤香气就悠悠扬扬地飘入了老人的鼻腔之中。年迈的老父亲脚步猛地一顿，浑浊的眼里瞬间亮起了光彩。他挣脱开刘永昌的搀扶，循着香味径直往马路对面走去。我依旧安稳地守在自己的小摊前，不急不缓地给排队的食客升汤。保温桶里热气氤氲，醇厚的香气在街边缓缓流淌散开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食客前来排队。我脸上带着平和的笑容，耐心地接待着每一位食客，没有因为生意火爆而有丝毫的敷衍。老人走到我的小摊跟前，停下脚步，望着保温桶里色泽红亮、配料饱满、热气腾腾的胡辣汤，眼里满是久违的亲切与期盼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想要触摸那冒着热气的保温桶，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。我看出老人年岁已高，而且心情有些激动，便连忙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语气温和地告诉老人，让他别急，我会给他盛一碗温的，不烫嘴也不怎么辣，让他慢慢喝。说着，我拿起一个干净的碗，小心翼翼地盛出一碗温度适宜的胡辣汤，双手恭敬地递到老人手中。老人接过汤碗，双手紧紧捧着，感受着碗里的温度，眼里泛起了泪光。他小口小口地细细品尝着，汤汁刚一入喉，他的脸上就绽开了满足而欣慰的笑容。一碗胡辣汤，老人喝得很慢，很认真，仿佛在品尝世间最珍贵的美味。一碗喝完，他意犹未尽，又对着我露出了期盼的眼神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又给他盛了一碗。就这样，老人一口气足足喝了3碗胡辣汤，才缓缓放下碗，脸上满是满足的神情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胡辣汤。孩子，谢谢你。我笑了笑，语气平和地告诉老人，不用客气，能让他喝得开心，喝得舒心就好。还向他说明，我的胡辣汤都是纯手工熬制的，不掺任何添加剂，让他放心喝。老人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身边的刘永昌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告诉儿子，他不走了，就在这里待着，有这么正宗的胡辣汤喝，他哪里也不去了。刘永昌看着老父亲满足的模样，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心中对我满是感激、敬佩与由衷的谢意。他主动走上前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语气诚恳地向我道谢，称若不是我，他真的留不住父亲，也圆不了父亲的心愿。我连忙扶起他，语气平和地告诉他，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坚守自己的手艺，能帮到他和老爷子，我也很开心。刘永昌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敬佩。李师傅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一定答应。我看着他，疑惑地让他请说，称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帮忙。刘永昌笑了笑，告诉我他想全额出资，为我盘下一间临街的旺铺，包揽所有的租金、装修、设备费用，无偿送给我经营，而要求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他父亲想喝胡辣汤时，让我务必给他做一碗。我听到这话，心中百感交集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落魄摆摊，坚守手艺，竟然能遇到如此仗义明理的贵人。这些日子我受的委屈，受的羞辱，被人辜负，被人算计，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了归宿。我对着刘永昌再次拱手道谢，语气诚恳地告诉他，感谢他的心意，我收下了，还向他保证一定会坚守初心，坚守手艺，用心做好每一碗胡辣汤，绝不辜负他的信任与认可。刘永昌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称赞我好样的，还说相信我，也期待我能把这份正宗的家乡味道一直传承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平安饭店里，老板被打之后，又彻底得罪了刘永昌，彻底断送了攀附权贵、翻身的门路。叠加之前的网络负面、游客退单、口碑崩塌、食品安全事故等一连串的风波，平安饭店彻底沦为了全城皆知的黑心店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往日再热闹的饭点，酒楼大门依旧冷清萧条，没有半个食客登门，店里的留守员工也纷纷递交了辞职信，各自散去。偌大的平安饭店变得人去楼空，只剩下老板和吴经理守着这座空荡荡的酒楼，整日唉声叹气，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。老板看着持续巨额亏损的账目，看着这座曾经风光无限，如今却破败不堪的酒楼，心里充满了悔恨与不甘。他悔恨自己当初背信弃义，吞掉我的提成，悔恨自己偏信吴经理，重用只会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的人，悔恨自己唯利是图，丢掉了初心与良心。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，他知道自己如今的下场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，可他依旧不甘心，不愿意就这样彻底倒下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与往日的傲慢，厚着脸皮穿过马路，低头弯腰来到了我的小摊前，向我求情。他脸上堆着刻意讨好的笑容，语气放得极低，一改往日的蛮横刻薄，称以前是他糊涂偏心亏待了我。
他向我赔不是，恳请我回到平安饭店继续当大厨，承诺我应得的5%提成，1分不少全部补给我，还加倍给我工资。我平静地看着他前后判若两人的模样，心里不起半点波澜。当初他赖我提成，偏信吴经理，当众羞辱我，把我像垃圾一样扔出酒楼的时候，半点情面都没有留。如今他落魄走投无路，才想起我的手艺价值，才想起向我求情。这般趋炎附势、忘恩负义之人，根本不值得我心软原谅。我语气淡然，却态度坚决，直接回绝了他的请求。不必了，当初你把我赶出酒楼时，怎么没想过今天我不会再为你这种黑心老板做事？老板见我态度强硬，不肯松口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。他眼珠一转，又立刻换了一副哀求的神色，打起了从我手里拿货的主意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苦苦哀求，称他知道错了，我不回来也没关系，只求我把每天做好的胡辣汤全部由他酒楼独家全包收购，他给我高价。听到这话，我也是乐了，抬眼看着他，想全包可以，1份胡辣汤1万块。老板听到这个天价数字，瞬间瞪大了双眼，脸色长得通红，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当场就忍不住对我是破口大骂，称我混蛋、趁火打劫、狼心狗肺，还说他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故意刁难他，太过分了。他一边骂一边指着我，语气偏执地称都是我害的，若不是我，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若不是我在对面摆摊抢他的客源，他的平安饭店也不会倒闭，还骂我是小人，不得好死。越说越激动的老板彻底丧失了理智，他在地摊前大吵大闹，吸引了周围不少食客的目光。情绪失控之下，他直接伸手掀翻了我摆好的桌椅和餐具，碗筷、打包盒散落一地，还有几碗刚盛好的胡辣汤也洒在了地上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紧接着他又发疯一般打砸我的摆摊用具，他一脚踹翻我的小推车，2只保温桶被撞得剧烈摇晃，里面剩下的胡辣汤全部洒了出来，浸湿了地面。他一边打砸一边嘴里不停地咒骂着，模样狰狞可怖。我冷眼看着他撒泼发疯，肆意损毁我的私人物品，没有上前争执拉扯，也没有生气发怒，我只是平静地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周围的食客也看不下去了，纷纷指责老板的所作所为。有人拿出手机拍下老板打砸的画面作为证据，大家都在议论，说老板这是咎由自取，都这个地步了还不知道悔改，反而迁怒于别人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没过多久，辖区的治安员就迅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看到满地狼藉的景象，又看了看还在发疯吵闹的老板，当即上前一把将他控制住。治安员严肃地警告他停止闹事，配合调查。老板还在挣扎，嘴里不停地咒骂着，可终究还是被治安员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治安员清点了我被损毁的物品，做了详细的记录，然后带着老板还有相关的证据，直接返回了派出所，依法对老板进行处置。看着老板被治安员带走的背影，我心里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。后续，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深入调查平安饭店的违规行为，经过多日的调查取证，查实平安饭店长期存在虚假宣传、高价宰客、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，证据链条完整确凿。同时，也查实了吴经理主导违规添加鲜香素浓缩膏，使用超标食品添加剂，老板知情默许，纵容违规经营的事实。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。庭审现场，老板和吴经理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最终，法院依法判处老板和吴经理有期徒刑，并处以高额罚金，让他们为自己唯利是图、黑心经营、践踏食客权益、羞辱他人尊严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。曾经靠着直播爆火、一时风光无两的平安饭店，在口碑尽失、老板获刑、无人光顾之后，正式停业倒闭，门店闲置荒废。这座曾经象征着高端与繁华的酒楼，最终沦为了一座无人问津的破败建筑，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。刘永昌得知平安饭店倒闭、门店闲置的消息后，主动出资与相关部门洽谈，买下了整栋酒楼的产权铺面以及所有的附属设施。他信守当初的承诺，找人对酒楼进行了重新装修整顿，把这座曾经破败的酒楼装修的既雅致又温馨，保留了原本的格局，又增添了几分烟火气。装修完成后，刘永昌亲自来到我的小摊前，笑着告诉我，酒楼已经装修好了，现在无偿交给我经营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店，我想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。我看着眼前装修一新的酒楼，又看了看身边真诚仗义的刘永昌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酒楼就正式开业了。那天没有盛大的开业仪式，没有邀请网红大 V 宣传，可依旧吸引了无数食客前来品尝。来店里的食客有之前经常来我小摊的老顾客，有看到网红宣传前来打卡的新顾客，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人，他们都想来尝尝这碗让刘永昌老父亲念念不忘、让平安饭店彻底覆灭的正宗胡辣汤。我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采购新鲜的食材，文火慢熬胡辣汤，不掺任何科技与狠活，坚守祖传的秘制配方，用心做好每一碗汤。店里的菜品也都是纯手工制作，真材实料，价格亲民，赢得了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与喜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酒楼生意越来越火爆，口碑也越来越好，每天店里都座无虚席，食客们络绎不绝。刘永昌的老父亲也经常来店里喝胡辣汤，每次来他都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慢慢品尝着，脸上满是满足的笑容。有时候他还会跟我聊起家乡的往事，聊起胡辣汤的味道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。我偶尔也会站在酒楼门口，望着马路对面那座依旧破败闲置的平安
饭店就职，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怨，只有一种淡然与释然。那些曾经的委屈、羞辱、算计，都已经成为了过往云烟，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垫脚石。